各位都知道，这个食安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非常关切的问题。食安它的最上游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我们农业生产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我们让我们的农业能够生产比较安全、没有毒的食材，事实上是解决食安问题的一个最重要、最上游的一个环节。所以，无毒农业呢，在将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值得大家关注、推动的工作。我们所推广的是无毒农业。无毒农业的意思呢，就是在我们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我们不用任何的杀虫药，不用任何的除草剂，不用任何的激素、抗生素等等，然后包括基因改造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呢，长远的在土壤里面跟水里面的累积呢，它会跑到我们的食物里头去，那么吃了呢，都是对人体有害的。无毒农业和有机农业是有差别的。有机农业或者有机农产品，它并不见得无毒。那么其中的问题呢，出在有机农业里面，它所用的肥料，这个肥料呢，有很多是动物的粪便。那么这些动物呢，吃了药、吃了毒以后呢，它的粪便里面还是会有毒的。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事实上我们都已经证明了，无毒农业是完全可行的。在推动无毒农业过程中呢，我们会碰到两个大的困难。第一个呢，就是惯行农法已经在过去几十年来让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所以一般的农民，当你告诉他说你不要用除草剂跟杀虫药，他都会抱持比较怀疑的态度。第二呢，就是作物它用这种无毒农业的做法，需要一段时间呢才能够适应，才能够到正常的产量。根据国内外许多的文献指出，我们在过去50年内，人类所得到的很多非常顽劣的疾病，跟身体上的残缺以及敏感，都和我们吃的食物是有直接的关联的。有机的农产品除了不见得无毒之外，那我们比较不认同的就是它的价格那么高。因为事实上，在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已经有很多东西它都不用了，所以它的价格是没有理由这么高的。我从事水土环境污染跟生态修复有30多年的经验。那么在这过去的30多年来，我们发现我们用修复水土的脚步跟不上我们的农地跟农产品被污染的情况，所以呢，启发了我对这个无毒农业、自然农法推动的兴趣跟一些想法。我们常常听说地球是一个生态圈，事实上我们的农地也是一个生态圈。那么我们如果能够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让微生物、植物跟动物它们之间保持一个自然的平衡状态下的话，事实上这就是无毒农业能够成功的最基本的原因。那么这些动植物之间呢，它有一个自然法则，也就是过去几百年、几千年来那么地球上是生态形成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遵守这个自然法则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这些农药了，或者是毒药了。上海方仁农场是我们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无毒农业生产基地。那么在这个基地里头，我们生产水果、蔬菜、禽类、水产及农作物。那么除了我们引进一些最新的无毒农业种植技术之外，同时我们每一年自行采样我们农产品，那么做这个检验，来确保我们的这个无毒的品质。除了无毒农业农产品的生产之外，我们特别在方仁农场里辟了一块地，建了一个城市农园。那么这个城市农园的目的呢，就是让城市里面的孩子、大人呢，有机会来体验一下无毒农业跟自然农法它的这个实际的操作的情况。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城市农园的这个建立呢，能够把这个无毒农业、自然农法这个观念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方仁农场短中期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无毒的农产品能够提供给更多的消费者，创造呢合理的利润，
让我们能够可持续的经营下去。第二呢，我们希望方圆农场呢能够变成一个教育的平台，让消费者甚至于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能够认识这个环境跟生态，以及无毒农业它的重要性和它的意义。我们的愿景呢，就是在海峡两岸建立许多个无毒农业生产的基地，把我们无毒农业的思想跟我们自然农法的做法呢推广到全国各地。那么长远以来呢，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同时呢，改变我们对惯性农法上的一些做法。